太后派人去了雪灾发生之地，说国库空虚，仅拨付了10万两白银，结果真正用到灾民身上的不足万亿。后来当地的一个知县实在是不忍百姓如此痛苦，已经千辛万苦来到龙霄城告状，结果进了皇宫再也没有出来。主持此次赈灾的正是太后的娘家侄儿，此事后面也就不了了之了。至于古树，是因为当初吴皇后向先皇推荐高宏远时曾经说过，高宏远实出新骨骼，新骨骼以擅长观天象、会古术而闻也。不过至今也没有人知道新骨骼在哪，会观天象和古术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何时出任国师的？为人如何？高宏远大约在8年前来到皇宫，当时前国师病逝，是吴皇后引荐的。听闻他师出新骨骼，先皇也就同意了。虽说他是吴皇后的表哥，可行事一向很低调，倒也没有听说过做过什么恶事。先皇对他这个国师倒也还算是满意。两位客官，这是小店精心研制的新品蟹酿橙，是将新鲜的蟹肉装进橙子中进行酿制，让橙子的清香与蟹肉相融，更显独特。因为是新品，掌柜的让我们给每位住店的客人呢送上一份尝尝鲜。若是客官喜欢，可以找小的预定。这客栈还挺讲究的，给客人送这么精致的吃食。不过现在也不是吃蟹的季节啊。只是蟹肉，这个季节也有。阿锦尝尝看。拿出小勺，舀了一点蟹肉要喂给苏若锦。苏若锦刚想张嘴，突然蟹肉的味道飘进鼻子里，在他闻来就是一股浓重的腥味，瞬间胃里泛起恶心的感觉。他忙转过头，一阵干呕。阿锦，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阿姨，快去找大夫。王爷，这龙霄城还能找到比王妃更好的大夫？我没事，可能刚才回来吹了风，着了沙，吃点药就好了。这龙霄城还有比我更好的大夫吗？王妃，我给你把把脉。我还不比你知道我的身体？我这不是担心王妃吗？我没事，吃点风寒药就好了。对了，阎罗，你喜欢吃蟹，桌上有客栈掌柜送来的鲜酿橙，我没胃口，你尝尝看，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萧燕初紧张苏若锦也没啥心思，把自己那份给了胡青。我不爱吃蟹，你多吃点啊！我一个人能吃这么多呀？不多，就这么2个小橙子，你不吃也没人吃，多浪费啊！阎罗白了胡青一眼，拿起小勺吃了起来。胡青在一旁傻笑，看着阎罗。等会大厨把他们2人的婚事给办了吧。好，一切都听阿锦的。阿锦，睡一会儿，我陪你。好。胡青和阎罗识趣的退下。燕初，你要当爹了。喜爱锦粤语，他可不敢在这时把这事告诉萧燕初，否则以萧燕初对他的紧张，绝对立马绑都要把他绑回大楚，一步都不会再让他走出摄政王府。胡青，阎罗！再走近，胡青才注意到阎罗的衣裙沾染了不少鲜血，抱起阎罗冲到苏若锦的房外。王妃，快救救阎罗！出什么事了？王爷，阎罗不知道怎么就成这样了。快抱他回房。苏若锦替阎罗号脉，越号眉头皱得越紧。王妃，阎罗这是怎么了？我不知道，你们先出去，我要替他施针。毛毛，他是不是中蛊了？毛毛大尾巴一甩，从苏若锦的怀里飞到了阎罗身上。他低下头，在阎罗身上嗅嗅，随后来到阎罗小腹之上闻了闻，伸出小爪子指着阎罗的腹部，使劲的叫。苏若锦瞳孔微缩，果然如此。毛毛，你可有办法？毛毛歪着头，似是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又似是在思考。过了一会儿，毛毛突然直接肚皮向下，四肢分开成大字形，趴在阎罗的腹部。苏若锦就看到之前在动的蛊虫突然不动了，毛毛能压制这些蛊虫。出了房间，所有人都在看他。他中蛊了。什么？你别进去，他现在不方便被人打搅。燕初，找个院子，我们搬出去。属下这就去办。胡青，查查今天阎罗接触过的人。是，王妃。燕初，我们去医馆。阿雅还有多久到？我已经让人发消息催促了，可就算骑马不停歇赶来，最快也还要4、5天。把阎罗的情况传信给阿雅，看他能不能知道是什么蛊，有没有解法。再给我大师傅也传个消息。这好端端的怎么会中蛊啊？魏大夫，你可知道龙霄城谁会解蛊？我小时候从师傅那儿听过，校月有个新骨阁，阁中的人懂得下蛊和解蛊，可这新骨阁的人神出鬼没，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怎么又是新骨阁？或许我该去趟国师府。你如何确定高宏远会蛊术？就算他会，他不愿来怎么办？或许我可以和他谈谈条件。叶大夫，请坐。叶大夫，尝尝，这是校月特有的糯香茶，的确好茶，茶香中带有糯米的香味，回甘悠然。既然叶大夫喜欢，一会儿我让人准备一些，叶大夫带回去慢慢品尝。恭敬不如从命，谢过国师。叶大夫今日前来，可是想好出任太医丞了？国师，我今日前来是有一事相求。哦，叶大夫有何事，但说无妨。国师，你也知我非校月国人，在我未到校月国之前，就听说校月的国师精通蛊术，不知是真是假。叶大夫果然直爽之人，你是第一个敢当面问我此事之人。那国师是会
还是不会呢？叶大夫，你有朋友中蛊了？是。是何症状啊？腹疼流血，腹部皮肤下似有虫子在动。听起来像是虫蛊。虫蛊也有很多类别，只有看过才知。那国师可否替我朋友看看？当然，国师有何要求也可直说。叶大夫，我可以替你朋友看看，只是不知你是否愿意加入太医院呢？国师，我一直游历于各国，确实不喜欢在某处停留太久。不过，国师若有人需要叶某治疗，叶某当不会推辞，分文不取。想来叶某之前诊治的孩子身体恢复一些了吧？叶大夫果然有意思。国师，若你不相信叶某，叶某可先诊治你想要诊治之人，待一切过后，叶某自当离开校院。叶大夫，还请明日4时出到府上。明天叶某定当准时到。苏若锦前脚刚走，高宏远后脚就叫来了人，给我去查查校月最近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来，尤其是长相被毁的女人，还有去把月宁公主给我叫过来。见过国师。月宁啊，何事？国师大人，那个你的蛊还有没有啊？什么意思？国师啊，这事不能怪我，是下人蠢，把蛊下错了，没有下在赵若锦身上。所以月宁得知蛊被下到了赵若锦身边的婢女身上，当下直接杖毙了派出去做这事的人。你下到谁身上了？下到了赵若锦婢女身上。月宁，我记得我说过，这事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你以为蛊是这么好养的，居然浪费在一个婢身上？国师大人，我真不是故意的，再一次，您再给我一次，我定不会再失误。来人，送客。国师，公主这边请。梦花，去找叶蒙的人，5000两买赵若锦的人头。月宁公主以5000两买赵若锦人头。去告诉月宁公主，要买赵若锦的人头，需10000两白银，付1万定金。这个叶蒙真是得寸进尺，我就让他们杀个普通商贾之妇嘛，居然敢要本宫10000两白银。公主，那是否就算了？算什么算？不就1万两白银吗？给他们。叶蒙这边收到了月宁的定金，下属请示盟主何时动手。动啥手？把这5000两银子给江夫人送去。是。阿锦，你认识校月叶蒙的人？只听过，从未打过任何交道。人家给你送钱来了。月宁以1万白银买赵若锦之命，这是定金。阿锦，这叶蒙做事风格和你很像啊。当初秦王的5万两黄金不就是这样来的？这月宁公主也太小气了，1万两白银，唉。那要不要我把另外5万两黄金也拿到？别，阿锦，你可不能谋杀亲夫啊！叶大夫来了。是他吗？他脾气有些暴躁，还望叶大夫担待。国师请放心。国师，他是谁？他是叶大夫来替你请平安脉的。这我没病，没什么好诊的。哎，防范于未然，我也请叶大夫替我诊过平安脉。好吧，若是诊不准，这我就砍了你的头。小公子请。你自己过来。苏若锦只得走到书桌旁，请。小公子身子一切正常，甚至可以说比普通小孩还要强壮许多。国师，他和其他太医也没什么不同啊。国师，我从来有医说医，有病就是有病，身体健康就是健康，不会拿病情说事。啊，谢过叶大夫。国师，我想要他。卓儿，你说什么？我要他陪我，他长得好看。卓儿是吧？我不是校月国的人，不久就要离开校月，不能陪在你身边了。来人，把他腿给我打断。卓儿，不得无礼。哥哥，你低下头来，我和你说句悄悄话，你不要告诉国师他凶我，他是坏人。苏若锦也不忍拒绝，慢慢弯了腰，姬延灼的头也慢慢靠近苏若锦。下一秒，他突然从袖子里掏出一把匕首，直接刺向苏若锦的脸。不能留下来陪他，那他就要这个哥哥变成丑八怪。卓儿，杀了！来人，把他们2个给我碎尸万段，全杀了！国师这是何意？难道他要刺我，我还不能自保了？我的书童只是为了保护我而已。国师，杀了他们！杀了他们！都退下！卓儿，你干什么？他们敢不听我的话，我要杀了他们！管家送客。国师，你不能放他们走，你让人把他们都抓到牢里。管家送客。阿锦，校月这个小皇帝真没有病。他没病，他身体是真的好，但他并非正常孩子。他的问题，用苏若锦上一世的话术来说，是染色体出了问题。他根本就是一个超雄宝宝。你可以理解为他从生下来那一刻起就是个戾气十足的孩子，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攻击性和冲动性很强，做事不计后果，只顺着心而来。本来这样的孩子若生下来及时发现问题，好好教育，还有一定的机会纠正他的性格，但也很难。可我今天看姬延灼的样子，显然因为身份特殊，从小被溺爱过度，反而让他的脾气更是无法无天了。原来如此，那姬延灼继续坐在这个位置，是校月的灾难呢。少爷夫人，国师府来人了，在济世堂。你说
高宏远是要替燕罗解蛊，还是要替小皇帝找我们麻烦？管他要做什么，我们去看看就知道了。叶大夫，国师让我过来传话，让你明天4时带人到国师府，请传告国师，明天我们一定准时到。阿锦，高宏远还想让你入太医院呢，想来是想卖你一个人情。校阅太医也不算少，你说他为何非要执意让我入太医院呢？或许是因为你医术高吧。阿锦，把燕罗带去国师府，你的身份就藏不住了。藏不住就藏不住吧，大楚商贾之妻的身份也没什么不好。这是虫蛊，不过很是奇怪。按理虫蛊进入人体后就会一直发作，直到破体人亡。可这位姑娘体内的蛊虫却是陷入了沉睡。我给她吃了许多药，或许是某种药起效了吧？国师，此蛊能解吗？可解，但很难，需要很长的时间。就我刚检查的情况，蛊虫主要集中在这位姑娘的腹部，我们得先让蛊虫苏醒，再慢慢把蛊虫诱到手腕，最后割破手腕，让蛊虫顺着血液流出体外，方可解蛊。因为无法知道这位姑娘体内到底有多少只蛊虫，一切只得慢慢行事。若一个不小心引起蛊虫暴动，它们将会爆体而亡。这些蛊虫均有剧毒，哪怕一只在姑娘体内暴亡，这位姑娘也活不了了。若这蛊虫苏醒，可会伤害她？会，蛊虫一饿就要噬咬人体血肉为生，我只能压制，让它们噬咬的不那么严重。但这位姑娘得吃些苦头。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公子，我没事的，我能忍。没有。大概要多少天才能引出蛊虫？最少1个月。若此蛊不解，还有多少时间？7天。公子，我不怕。可有后遗症？有，蛊虫噬咬，这位姑娘此生都不能生育了。叶大夫，可要解？解。好，叶大夫，这药丸是激活蛊虫，同时降低它们的活性。1个月后，待蛊虫身体足够虚弱，再把这位姑娘带来我这里，我替她引蛊。谢过国师，上次我未能替小公子治病，叶某欠国师一次人情。若国师有人需要看诊，可直接来济世堂找叶某。来人，送叶大夫。燕罗如何了？我没给他吃高宏远的药。你发现问题了？暂时没有，我只是奇怪，解一个蛊需要1个月这么长时间吗？这药丸我看不出成分。解蛊之药的成分应与其他的不同。我想等阿雅和大师傅的回信再说。王妃，求你告诉我燕罗还剩多少时间？顾青，你这是何意？求王妃告诉我燕罗还有多少时间，我能承受得起。见苏若锦迟迟没说话，顾青越来越肯定心中的想法。王妃，我挺得住，求你告诉我燕罗还有多久，我想好好陪他这最后一程。顾青，王爷，王妃，这是阿雅和燕阳传回的消息。苏若锦接过安姨递上来的纸条，看了一眼，递给了萧燕初。顾青，你起来吧，燕罗不会死，但国师说即使解了蛊，燕罗这一生都无法生育。王妃，你说燕罗不会死，只是此生不会生育？是的。太好了，太好了，谢过王妃。你怎么又来了？我刚才说的你听不懂吗？燕罗不就是不能生孩子吗？有啥大不了的？我又不是家中独子，不需要传宗接代，我们自己过得好比什么都强。燕罗，王妃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我从来不相信你会为了做什么官家夫人而放弃我。你要是这种人，就不是我的燕罗了。不能生孩子，咱就不生，不用带孩子，我们过得多轻松啊！燕罗怔怔地看着胡青，眼泪止不住的簌簌往下掉。燕罗，你别哭啊！你要是喜欢孩子，我们就去慈姑堂抱一个来养。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不行，我就抱2个来，一男一女。要是2个不够，4个也行，反正王爷给我的俸禄养你和孩子足够了。哎呀，燕罗，你别哭了，眼睛都哭肿了。阿锦，你是故意这样说的吧？总得考验一下，我才放心把燕罗交给他。所以当初我也通过了阿锦的考验。要不要再考验一下？我没有一辈子的时间，阿锦想考验我多少次都可以。我怎么没发现王爷原来这般油嘴滑舌？阿锦，这可是我的肺腑之言。明天就动身吧。好。桌上的2张纸条，一张是阿雅写的，应是施公蛊，此蛊用辉光糖煮水，割破手腕涂抹就能引出蛊虫。另一张是大师傅写来的，苍冥山找傅玲珑。见过王爷王妃。快起来说话，你们怎么就到了？阿雅顾不上解释什么，从怀里掏出1张纸递给苏若锦。这是真的？阿雅忙指着自己，拼命地点着头。太好了，那我们一起上山吧。纸上写着傅玲珑是我的师傅。阿雅，怎么了？阿雅摇摇头，表示自己也带不了路了。师傅改了阵法。这时就见林中突然窜出一条有成年男子腰粗、10米多长的巨蟒。来者何人？速速退出镜黄炉！阿雅，你要干什么？阿雅摆摆手表示没事，指指自己又指指巨蟒。巨蟒眼神开始由警惕转为疑惑，随后低下了头盯着阿雅。阿雅也把手放到了他的身上。阿雅眼泪也流了出来。巨蟒像是终于认出了阿雅，把头慢慢的放在了地上，任由阿雅抚摸自己。阿雅，你怎么回来了？你的声音怎么了？当初为师让你留下，你却执意要去寻你弟弟。
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自是明白为师的规矩，你走吧。前辈，我有朋友中蛊，命不久矣，希望前辈能出手相救。我念在你们是阿雅的朋友份上，不会让苍雷伤害你们。你们走吧。前辈，我乃叶寻之的徒弟，家师与前辈是故交，还望前辈能出手相助。待苏若锦抱出家门后，空中再无任何声响传来。苏若锦眯着眼睛四处走动了起来，偶尔在地上做个记号。过了一炷香的时间，苏若锦停下了脚步，跟紧我。在几人约摸走了小半个时辰之后，感觉自己没走出多远。没想到叶寻之收了个好徒弟，居然能破了我的阵法。苍雷，给我上！阿金小心！三人同时出剑，刺在巨蟒身上，却如同刺到一块铁板，根本无法伤及他半分。配合着萧衍出，三人与巨蟒打得有来有回。苏若锦有些心急，这样打下去要打到什么时候啊？突然，苏若锦像是想到什么，伸入怀里，掏出还在睡觉的毛毛。毛毛，醒醒！毛毛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毛毛，你对他有办法吗？毛毛看到巨蟒，小眼睛咻的一亮，随后就要挣脱苏若锦的手，朝巨蟒奔去。他不可以吃，你吓退他就行。毛毛有些幽怨地看了苏若锦一眼，最后还是不情不愿地冲着巨蟒大叫了起来。在苏若锦听来，这声音根本就是在勾引人去撸他，可这叫声却让打得正欢的巨蟒身形一顿，随后瞬间萎了下来。你居然有儿属！罢了，一切都是天意，你们进来吧。苍雷，回来！巨蟒听到这声音，如获大赦般快速钻入树林，消失不见了。进来吧。一行人进茅屋后，阿雅先是跪倒在女子面前，磕了3个头。起来吧，你本就心性纯良，哪是世间那些阿杂之人的对手？遭此一劫也是你的命数。既然你能凭自己本事回到这里，也不算违背了当初的誓言，天意不可违啊！前辈，我乃叶寻之的徒弟苏若锦，见过前辈。叶寻之收了个好徒弟呀，能破我的阵法，还能让耳鼠认主。你既是他的徒弟，想必医术也了得，略懂一二。把耳坠给我。苏若锦拿出耳坠递给了傅玲珑，傅玲珑接过来，眼睛看着耳坠，可更像是透过耳坠看到什么人。唉，罢了，就当还你给我送来这耳坠的人情吧。是他中的蛊吧？是的，我们一时找不到辉光藤，还请前辈出手相救。原来是他出的手，雕虫小技。傅玲珑走到一旁的一个黑色陶罐前，伸手进去抓了一个看着像水蛭的东西出来，把他左手腕划开一个口子。我来，阎罗，你忍一下。阎罗点点头，脸上没有惧意，一刀下去立马见血。傅玲珑把白水蛭放到手腕上，下一秒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就见白水蛭就开始吸血，身子变成了红色，紧接着手臂下面有什么东西经过，最后全都进入了水蛭的身体里。前辈，这个蛊不会影响他的生育能力吧？他又没破体而出，怎么会影响生育能力？怎么有人和你说这蛊会让人失去生育能力？是的，我们曾去找过校月的国师高宏远，请他解蛊。他说这个蛊需服用药物1个月后方能解蛊，解蛊后此生不能再怀孕。说完，苏若锦又把高宏远给他的药递给了傅玲珑。傅玲珑接过药瓶，打开看了一眼，这是尸骨粉做的药丸，就是把死了的蛊虫尸体磨成粉，加了些药材制作而成。它除了让蛊虫的活动缓慢一些，没啥其他作用，解不了蛊。时间到了，该是啥样还是啥样，反而会让中蛊之人痛苦时间延长，把短痛变为长痛。这倒是他的做事风格。多谢前辈相救。你不用谢我，要谢就谢他吧。前辈，你认识高宏远？你们走吧。前辈，我能让你面容恢复如初。我都一把年纪了，恢不恢复无所谓了。若是可以，你替阿雅治治嗓子吧。阿雅的嗓子我会治，但前辈的脸我也可以治。不用了，你们回去吧。前辈，这是我研制的延寿丹3颗，一体丸10瓶，延命丹10颗，美颜丹1瓶，还望前辈不嫌弃。此次来校月带来的丹药不多，待我回大楚后再让人给前辈送来，我们就不打扰前辈清修了，就此告辞。哎呀，小锦儿，你那大师傅在收到你的信时，已经出发前往校月找他的小情人去喽。大师傅来校月了，来找小情人，所以傅玲珑和大师傅。姐，你放心，总有一天会替你报这个仇的。你别想那么多，好好养病。阿雅，你对这个高宏远知道多少？你和他的蛊术谁更厉害？我不认识他，所以也不知道我和他蛊术谁厉害。这样啊，那你可有和噬肱蛊相似的蛊术？有种裂腹蛊，中蛊后人的腹部随时都像有刀割撕裂般疼痛，疼够7日后腹部破裂而亡。下这个蛊，若蛊术被破解，对你可有伤害？这种蛊无需把魔蛊种在下蛊之人体内，无妨的。好，那我们试试。
表哥，你快让叶昭到公主府替月宁诊治。月宁都疼了1天1夜，太医们试了各种法子都无法止疼。太医怎么说？太医说是之前伤了包公，这是旧伤复发。可是不管是施针还是用药，都治不了他的痛。甚至有太医试过让月宁晕过去，缓解一下疼痛，他都会疼醒。表哥，柔儿，你可知叶昭真实身份？他不就是医圣的徒弟吗？不，他是赵若锦。他是赵若锦？什么？叶昭是赵若锦？这不可能！他就是赵若锦。所以你怀疑月宁成这样是赵若锦做的？柔儿，你知道月宁出事那天，可是他想设计将其安抚抚。叶昭是赵若锦的话，月宁成这样就能解释得通了。赵若锦，一个商贾贱民敢害哀家的月宁，哀家定要他不得好死！来人，给哀家把江启安和赵若锦抓来！等等，柔儿，月宁还等着救命，难道你要哀家忍下这口恶气？柔儿，待救了月宁再说。行，你去找他，说他肯乖乖替月宁治病，待他治好月宁后，哀家自会留他一个全尸。若他不肯，表哥，相信你不会让哀家失望的。你们找谁？让赵若锦跟我们去趟公主府。我们夫人不在。去叫赵若锦出来。想要他活命就把剑放下。大胆！我们是公主府的人，你们敢和公主府作对，不想活了吗？公主府又如何？公主府就能光天化日之下硬闯民宅？不如几位就和我去顺天府，让府尹大人评评理。你把人放了，我们既往不咎。老虎不发威，你还真把我当成病猫了。王妃，是不是这月宁公主又想到什么损招害你了？你可千万别去啊！阿锦，他们多半知道你的身份了。算算时间，他也差不多疼了2天了，是该来找我了。高宏远没去公主府，他再怎么说也是个男子，不可能天天跑公主府。之前月宁身子本就出了问题，校月的太医们只会认为他病了。这是来请你上门看诊了，去吗？去啊，为何不去？燕罗也跟我一起去。烦请通知江夫人一声，公主想请她到公主府看诊，之前多有得罪，还望江夫人大人不计小人过，一点小小心意不成敬意。等着吧，王爷、王妃，公主府的管家来请王妃去看诊，他们杀了那4个侍卫，端他们的头来请罪。燕罗、阿雅，我们走。赵若锦，怎么是你？你怎么来了？来人，快来人，把他给本宫拖出去杀了！杀！来人，扶住公主，请江夫人替公主诊治。公主得罪了，大胆！你们敢以下犯上！赵若锦，你休想再害本宫！本宫定让太后杀了你！诊完脉，苏若锦眼底闪过一丝讥讽。江夫人，公主如何？公主这病很是怪异，我一时也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这位江夫人，劝你也别费劲了，我们太医院这么多太医诊治都没啥结果，你治不了也是正常的。我只能暂时替公主缓解疼痛，如何治疗暂时还没想到方法。那请江夫人快诊治。烦请大家都出去，屋里只留我和我的助手。我们不能离开，万一公主有什么问题，才能及时出手相救。对，我们不能走，万一公主有什么怎么办？对，我们不走。不能让她留下。江夫人，要不让包院士留下，也好协助你一二。管家，你这说的什么话？让我们太医院院士去协助他一个女流之辈，凭他也配？既然太医院这么厉害，想来用不到我也可治愈公主。管家，我就先行告退，不妨碍太医们救人了。江夫人，既然来都来了，还是请你试一试吧。公主这也疼了快2天了，是个人都受不了啊，还望你大人有大量，别计较。管家，我已经说过了，要我治可以，但其他人都得退下。我们退下吧。院士，我们如何能把公主交给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人呢？这万一公主有什么，我们可担待不起呀。若你现在能帮公主缓解疼痛，我立马让人请这位江夫人走。哼，江夫人，一会儿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有劳江夫人了。赵若锦，你想干嘛？本宫警告你，本宫可是公主，你敢动本宫，太后绝不会放过你。月宁公主自作自受的滋味如何？你有那么多面首还不满足，还想来抢我的夫君，给我下药想毁我名声，又让人给我下蛊想要我的命。如今你自己尝到这其中的滋味，感觉如何？你果然都是你做的，
怎么会医术的？公主反应有些慢呀。我若不会医术，你们府里又何必请我来给你看诊？不过看你这点小病，还无需我动手。天罗，是夫人，是你不是中蛊了吗？为何还没死？我没死，是不是让公主失望了呢？不可能，不可能！你明明中了国师的，许是我命大呢。公主别怕，我来替你诊治。你别过来！王妃，好了，这蛊虫会睡上2个时辰。好，多谢江夫人。管家客气了。公主的病症我确实无力治好，只能是缓解。管家还是再寻有能力之人救治吧。我就先告辞了。不，你不能走。我为何不能走？公主现在虽然睡着了，可谁知道你是不是用了什么极端方法？一会儿公主醒来要是有事怎么办？原来笑月太医院的太医就这水平，难怪月宁公主疼了1天1夜。我们走。一介女流之辈竟敢大放厥词！是，我是女流之辈，可我一介女流之辈就是看不起你们的医术。站住！江夫人，虽说你医术了得，可如此说话，是否也太过狂妄了？院使大人，刚才我在屋里看过你们给月宁公主开的药方、施针方案，一个病人都已经疼成这个样子了，你们居然还用一些温吞吞的治疗方案。等你们这些方案起效，病人早就疼死了。你不也治不了？一山还有一山高，世间疑难杂症之多，超过我等想象。我是人，又不是神仙，有治不了的病不是很正常吗？难不成你们太医院的太医可治世间所有疾病？可即使如此，我也不会开这种温吞吞的方子，看似在救人，实则什么用都没有。这和庸医又有何区别？说完，苏若锦转身就走，不想和这些太医啰嗦。陈太医还想拦他，被包院士叫住。陈太医，我们技不如人就要认。燕罗，你的引魂针法有几个地方还不够果断，回去再练练。这套针法中间停顿越久，效果越不好，得一气呵成才行。好的，王妃，我回去再练练。王妃，什么是引魂针啊？刚才燕罗给月宁公主施的是引魂针，此针法会让人神智变得混沌，分不清现实与梦境。燕罗姐姐真厉害，她敢向咱们王妃下蛊，就得付出代价。见过王爷、王妃。卢丞相、卢公子无需多礼，今天叫两位来，有些事我们也需要弄清楚了。王爷、王妃这边请，我已经让下人准备好了茶点。阿雅，我们把你带来笑月，除了需要你解蛊外，还有更重要的事，想来你也应该猜到了吧？王妃，阿雅知道。阿雅，你放心，卢丞相、卢公子是可信之人，有些事今后还得靠他们。我确实曾是笑月的西月公主。卢红和卢俊元对视一眼，眼里全是激动。阿雅是公主，那打谱就是小皇子，笑月有希望了。弟弟出生时我还小，很多事都记不太清楚了，但我记得当时所有人都说母妃怀的是个妹妹。妃生产那天，嬷嬷不让我进屋陪着母妃，我只得待在自己的寝殿里，想等母妃生下妹妹后，第一时间去看妹妹。可等着等着，我就睡着了。等我再次醒来时，就感觉有人在抱着我奔跑。我抬头看到抱着我的是母妃身边的青莲姑姑。我问姑姑，母妃和妹妹呢？青莲姑姑却什么也不和我说，只是抱着我一个劲儿的跑。我看到后面有人骑着马车朝我们追来，姑姑带着我跑到了一个悬崖边，看着越来越近的马，姑姑哭着对我说，公主，你一定要记住，你母妃给你生了个弟弟，他天生有一瞳，背后有迹可知，你一定要找他。随后姑姑就抱着我跳下了山崖。待我再次醒来，我已经睡在师傅的茅屋里了。我哭着要找母妃、弟弟和青莲姑姑。师傅把我带到了一个墓前，告诉我里面就是青莲姑姑。至于我母妃和弟弟，待我长大后自己去寻找。从此我就留在了青黄炉，跟着师傅学蛊术。直到2年前，我一直梦到弟弟和母妃哭着寻我，我以此生不得私自返回青黄炉为代价，告别了师傅，出来寻找弟弟和母妃。我开始四处寻找眼为一瞳、年纪和弟弟相仿的男孩。
可是找了许久，没有任何结果。后来我一路寻找到了北利，遇到一伙山贼，身上重剑。为首的山贼说要把我抓去做压寨夫人。虽说我会下蛊，可一时也对付不了这么多人。正当我决定与他们同归于尽的时候，被外出打猎的摇篮公主所救。为报摇篮公主的救命之恩，我留在了她的身边，并把自己是蛊师的身份告诉了公主，愿意为她下3次蛊，以还救命的恩情。摇篮公主知道我在寻找弟弟后，告诉我她可以替我找人，让我不用担心一国公主寻人自要比我好得多。我当时很感激她，以为自己遇上了好人，可没想到我替摇篮下了3次蛊，准备告辞离开时，摇篮却不让我走，说我这辈子都要留在她的身边，否则我只有死路一条。直到有一天，摇篮说他找到了我弟弟。当他把达普带到我面前时，达普身上一切特征都符合青莲姑姑所说，他就是我寻找了许久的弟弟。摇篮说我想让弟弟活命，就得一直在他身边，否则他就杀了弟弟。为了达普，我只得留在了摇篮身边，成为了他的婢女，违心帮他悄无声息地处理掉他不喜欢的人，直到和摇篮一起到大楚和亲。后面的事，王爷王妃你们也都知道了。青莲姑姑抱你出宫的时候，你4岁都还没到，为何细节能记得这么清楚？因为师父采药救下掉落悬崖的青莲姑姑和我时，青莲姑姑还未断气，她把一切都告诉了师父，师父转述于我。师父说当时青莲姑姑紧紧地把我护在怀里，她全身多处骨折，山上的碎石把他四肢后背都划得血肉模糊，而我却只有轻微的擦伤。你听到云嫔生下死婴时，为何还笃定你弟弟还活着？那个死婴也有可能是你弟弟。因为我师父说我弟弟还活着，师父除了有一身好蛊术，还懂天象。他说我弟弟还活着，弟弟就一定还活着。青莲姑姑为何如此相信你的师父？万一你师父把你抱回去，找当时的吴皇后领赏，相信皇后应该很愿意为此赏上一笔钱的。王妃，我不知道，或者当时青莲姑姑命不久矣，也没有其他选择了。哎呀，你弟弟那颗红珠子你带着吗？在，我一直带着。卢丞相，这是红玄珠吗？卢红拿起珠子仔细看了看，是他，就是他。据书中记载，红玄珠中似有流水流动，我也曾见过红玄珠的图，和这个一模一样。那我们滴血看看吧。杂普接过袁弘递给他的匕首，准备割开手腕。大人，不好了，公主府来人了！公主府来人了！怎么回事？他们说要来请江夫人。来了多少人？来了20多个黑甲军。我去看看。王妃万万不可去，公主府根本没有资格调动黑甲军，这是太后出手了。卢丞相，人都找到这儿了，我不去也不行。你放心，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不过卢丞相，你得好好想想如何向太后解释，我怎么会出现在丞相府。家中小儿要成亲了，我作为老父亲，找大楚商人给儿子置办些东西，没人能说什么。走吧。母妃，母妃，我肚子好痛啊！母妃，宁宁肚子痛。母妃，宁宁错了，宁宁不给弟弟乱药了。母妃，宁宁好痛啊！阎罗，去吧，再练练手，这次速度可要再快一些了。是，小姐。但愿江夫人能治好公主，再怎么也先缓解一下公主的疼痛。哎呦，你说公主本来好好的，怎么现在病情还恶化了？还能怎么？肯定是江夫人瞎治疗，引发公主病情恶化的。之前公主醒过来，气色好了许多，要把这件事怪在江夫人身上，有些不妥吧？还有王太医，你别太善良了，这世间有些人手段阿杂的很。哎呦，陈太医，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太累了？谁打我？陈太医啊，你去休息一下吧。对，陈太医快去休息会儿。房门开了，所有人瞬间忘了陈太医，围到了苏若锦身边。江夫人，公主如何了？公主睡着了，不过她的症状越来越重，再这样下去恐怕……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江夫人，太后有令，公主未痊愈前，你等都不得离开公主府。中郎将，我们留在这儿也没太多意义，至少江夫人能让公主安睡，不是吗？太后到！
包院士，公主如何了？回太后，经过江夫人的诊治，公主能睡着了。你就是江夫人，听说你来自大楚。是的，太后。若你能治好公主，哀家必有重赏。太后，公主的病甚是怪异，民妇无能为力。大胆！若治不好公主，江夫人就别想回大楚了。太后，民妇是大夫，自会尽我所能，可若超出民妇能力范围内，恕民妇无能为力。江夫人，你莫不是忘了，这是校月，不是大楚。信不信哀家这就让人把你砍了？太后，就算你把我们这所有人都砍了，甚至是整个校月的人都杀了，民妇还是治不了公主的病。来人，把他给哀家拖出去。卢公子到。见过太后。起来吧，卢公子怎么来了？这九毛鱼准备大婚之时，前往燕州采买香纱剂，听闻公主重病，才刚赶回来。还请太后恕罪。卢公子有心了。敢问太后，公主现在如何了？卢公子，公主身体无大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那就好，那就好。想来是大婚的事，让月宁累到了，都是我的错。包院士，这是我专门替公主寻来的百年火灵参，烦请您看看能不能给公主用上。用得上。卢公子真是有心了，微臣自当用它来替公主调理身子。太后，这些人是我好像在公主府见过这位夫人。他们是大楚商贾，哀家让他们过来给包院士看看有没有什么大楚产的药材适合月宁服用的。原来如此，太后对月宁真好。那既然这样，一会儿包院士挑好药材，你们跟我去趟丞相府，我想再买些大楚的东西送给公主。吴太后闻言抬起头看向卢俊元，虽然他已经让人封锁公主身体真实情况，可卢俊元好歹是卢丞相的儿子，这万一要是起了疑心，查一下，吴太后也不敢保证卢家查不查得出什么蛛丝马迹，到时候卢家退婚，月宁的声誉就全毁了。事已至此，吴太后吩咐太医好生照顾公主，就回宫了。卢公子好演技啊！看，王爷，你就别取笑我了。王爷、王妃，想来太后是不会放过你们。大师傅，金丫头，你来校月这么久，是不打算回去啦？你三师傅可骂你没良心啊！都多久没去看他了？大师傅，我这不是事情还没做完吗？等这次回去，我就去看三师傅，我还给三师傅买了礼物。怎么只有三师傅的，没我的？大师傅，你都亲自来校月了，想要什么直接说，都算我的。算你有良心。见过大师傅。叶巡之对萧燕初还是满意的，和小锦成亲后，萧燕初对小锦的在意还是一点没变。大师傅，你是专门为了傅玲珑前辈来的呀？那个，我和傅玲珑呢，算是旧识，多年未见，有他的消息，我自该是来过来见一面的。我这一把年纪了，这些老友啊，见一面少一面了。大师傅，以你的身子骨，再活个40-50年是不成问题的。你个死丫头！大师傅，你今天刚到，休息一下，明天我们就去找傅前辈。好。你说这个卢俊元怎么来得这么巧？他最近确实离开了龙霄城，以卢俊元对月宁的重视，得到消息赶回来，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你别多想了。也是，只要人还在校月，也不怕他们跑了。表哥，这个赵若锦说他也治不好月宁的病，你说他是不想治，还是真治不好？柔儿，不急，带我去试试这个赵若锦到底是真不会治，还是不想治。有表哥出手，哀家就放心了。对了，表哥，哀家怎么觉得这个江奇哀有些眼熟，像是在哪儿见过？想来柔儿之前见过长得像的人吧？表哥，你好久没来看人家了。大师傅，怎么样了？他不肯见我，说我再不走，他就自绝于死。大师傅，傅前辈可是当初给你解蛊方法之人，你和傅前辈之间发生了什么吗？是他，事到如今也没什么好瞒的了。我找玲珑找了10多年呢。小锦知道我从小跟随师傅学医，醉心于医术，立志一生不娶。10多年前，我四处游历，来到萧月金山采药时，无意中看到一株幻心草，我刚把它摘下来，就出现一位30多岁的女子，指着我大骂，说这株草她已经守了1个月，被我这个无耻小人给偷了，让我还给她。我自是不肯。他说他守了1个月，谁知是不是骗我呀？可从那以后啊，
这位女子一直跟在我身边，我要采什么药，她就毁什么药。我真没想到啊，这个年纪的女子还能如小姑娘般不讲理。最后我们俩打了一架，真应了那句不打不相识。打完后我们反而成了朋友。我也知道他确实为了这株换心草天天守在这儿，我采摘的时候他刚好离开了一会儿。世间的事情啊，有时候真就是这么巧。我把换心草给他，他反而不要了，说这一切或许就是天意注定，注定这株草不是他的。我为了弥补，开始替他寻找他要的草药。开始我以为他和我一样是大夫来山里采药，可渐渐我发现他要找的药很是奇怪，大多都不是治病的药，甚至有很多是毒草。不过他不说，我也不问。就这样过了半年啊，每个月我们都会准时一同来山里采药。有一次我不慎被毒蛇所咬，他直接喂了我药丸，随后我就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体里爬，还没等我问他这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就看到有只黑色的虫子从我被蛇咬伤的伤口上爬了出来。看到我惊恐的样子，他才告诉我他是一名蛊师，刚才是用蛊虫吸走我体内的蛇毒。得知这个女子是蛊师，我当时心里很乱，似是看出我的疑惑。他告诉我，蛊师确实可以杀人于无形，但用得好一样可以救人。他现在不就是救了我吗？那一刻呀，看着他坦诚的笑容，我忽然觉得自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也在那一刻，苏若锦和萧燕初对视一眼，也知道大师傅未说完之意。就在那一刻，大师傅喜欢上了人家。1年后，约定的时间到了，我在山脚等了3天3夜都没有等到他。他曾告诉我，若是他不能来采药，肯定会通知我，不会无缘无故不来。所以我断定他出事了。待我寻到他时，已是半个月后。他倒在一个石室里，全身溃烂，脸上更是千疮百孔，像是被无数虫子噬咬过一般。他是靠着吃石室里的草药撑到现在。看到我的那一刻，他才彻底昏迷过去。经过半年的治疗，他身体开始好转，只是脸已经彻底被毁，我也无法帮他恢复到曾经。我告诉他，我不介意外表，愿娶她为妻。可没想到有天我下山买东西，再回来就没了她的踪影。桌上留着一封信，还有一只耳坠，信中他谢谢我救了他的性命，他欠我的，以后有机会定会报答。他说自己已是一个废人，我值得更好的女子。我疯了似的寻遍了周围所有地方，却没有任何踪迹。不过从那以后，每年都会有一只信鸽来到我身边。我知道是他的信鸽，不管我去到哪儿，信鸽都能找到我。我提笔写信，让鸽子带去我的思念之情，可所有的信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直到上次小景出事，玲珑才第一次回我信。我也想过跟着鸽子的踪迹寻他，可每次都失败。最后我只知道他在校月，可具体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大师傅，你既然知道傅前辈在校月，你为何不来校月寻他？我曾追踪信鸽来到校月边境，收到了他的信。我若再寻他，他就一死了之。大师傅，我去试试吧。傅前辈，你的脸我真能治，我能让你样貌恢复如初。里面没有任何声音。苏若锦转了转眼珠，走到萧燕初耳边轻语了几句。阿金，这能行吗？你就告诉我，你有几分把握就好。大师傅，傅前辈武功如何？他会些武功，但和小景差不多。那就成，我有10成把握。傅前辈，我大师傅不远千里来校月，只为见你一面。就算曾经你们有过什么恩怨，这么多年过去了，一切也该了结了。屋里依然没动静。傅前辈，毛毛肚子饿了，他和我说苍雷长这样大，一定有内丹，他想吃内丹。屋里还是没动静。唉，既然如此，毛毛去吧。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白眼狼，当初我就不该。
抱歉了，傅前辈。大师傅，人交给你了，你要强硬一些，我们在外面候着。阿金，你说大师傅能行吗？我也不知道，我们也只能帮大师傅到这儿了，剩下的只能看他了。足足过了2个时辰，门开了。傅前辈，之前抱歉了，我们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小锦是吧？我已经听你师傅说过了，不怪你，你也是为了我好。傅前辈，和我们一起下山吧，我能治好你的脸。是啊，玲珑，山上条件也不适合治疗啊。寻之，不是我不想下山，而是我当初对着师祖发誓，我对不起师门，此生不再出师。玲珑啊，这事如何能怪你呀？你们下山吧，以后想来我随时欢迎，不然我怕小锦的毛毛把苍雷吃了。前辈见谅，我也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我肯定是不会让毛毛吃了苍雷的。我知道，应该是我谢谢你，小锦。下山时，苏若锦似笑非笑地看着叶寻之。大师傅，你是怎么搞定傅前辈的？大人的事，小孩子别管。高宏远给月宁解蛊后，自也看出了他的不对劲。江夫人，不如你也进去看看。江夫人如何？公主腹痛太久，导致血液堵塞，脑部神志不清，疏通就好。从来没听说过腹痛会导致神志不清啊！江夫人，你诊不出来可以直接说，念在你是女流之辈，不会有人笑话你的。陈太医有时候不说话，反而会显得自己更聪明。这病我能治，你能吗？我当然能治。国师大人，陈太医能治，那就把公主交给他治吧。陈太医，可否说出你的治疗方法？需要多少时间？公主即将大婚，若是耽误了公主大婚，陈太医可负得起责？就用赤芍、川芎、桃仁要吃多久有效？吃1个月？不，半个月。半个月？陈太医，公主大婚还有不到10天，你要半个月才能调理好。包院使，陈太医这个药方你觉得如何？你能治好公主吗？回国时，陈太医开出的只是普通治疗淤血阻窍所致头痛的方子，对公主的病症倒也勉强算适用，但效果如何，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江夫人，若你治疗需要多久？施针1次，用药3天，能让公主好转。江夫人有劳了。苏若锦也不再说什么，带着燕罗进去。燕罗，开始吧。燕罗二话不说，开始倒施引魂针，再补个失魂针。是，王妃。失魂针一补，月宁脑海中给失去一些记忆。国师大人，月宁，你感觉如何？肚子不痛了，就是头疼。没关系，吃几天药就好了。马上大婚了，你好好养身体，过几天我再来看你。国师大人，公主身体大好。包院使，太医院也该好好清理一下了。一些不学无术之人，怎么可以待在太医院祸害人呢？微臣明白，陈雷身为太医，医术低下，医德有失，长则20，即刻起逐出太医院，永不录用。柔儿，出什么事了？是不是卓儿怎么了？表哥，我知道江启安是谁了，他是大楚的摄政王萧彦初。你说什么？我说江启安是大楚的摄政王萧彦初。你怎么知道的？今天卓儿在御书房学画画，画着无聊了，发脾气，把御书房所有画拿出来，或者撕了，或者乱涂乱画。我过去的时候，就看到地上散落着一地的画像，其中有一张就是大楚摄政王萧彦初的画像。表哥，你说这个萧彦初会不会想着趁卓儿年纪小，这次隐瞒身份来大楚，想借机对卓儿做些什么？高宏远没说话，他想到了紫微星旁的那颗小星。虽说最近几天星星亮度变化不大，可高宏远总觉得这颗星只会越来越亮，甚至真可能会超过紫微星。若萧彦初真有意吞并萧月，那也可以解释这个形象了。难道那一颗星星代表了萧彦初？表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你别急，萧彦初他们来校月是隐瞒身份的，至今也没见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动作。那他们来校月到底是为什么？再看看吧，既然他们不愿暴露身份，我们也装作不知。月宁中了蛊，我已经给他解了，他身子已经没大碍了。他怎么会中蛊的？龙霄城除了你，还有谁会蛊术？我已经让人在查了，还没有消息。会不会是他？不会，他那张脸只要一出现在龙霄城，肯定会被我的人发现。想来龙霄城是来了名我们都不知道的蛊师。可这校月除了星骨阁，还有懂蛊术的吗？他们来自大楚。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先不急，看看他们想做什么再说。你去警告一下月宁，万不可再有任何动作。
到时候谁也保不住他。好，哀家知道了。不对呀，书中记载，皇室血脉滴到珠子上后，会让珠子整颗发出金光，变成一颗金黄色的珠子，24个时辰后才会慢慢的变成红色。父亲会不会密心急夸大其词了？其实只是会亮一下。不会。红玄珠是太祖无意中寻到的一位高人，以他的血所炼制，以检测皇室血脉。密心集里有实例记载，太祖时代有位小皇子走失，被寻回后就是用红玄珠检验的，当时确实珠子变成金色，久久不退。卢丞相，这珠子只能验男子，不能验女子吗？这个倒没听过，只知道红玄珠能验证皇室血脉，历朝历代也没听说公主走丢过。阿雅，你试试啊，别割手腕，割手指就行了。好。阿雅听苏若锦的话，二话不说割破手指，血滴了下来。看，珠子变色了。卢红呆住了，一时弄不清这是何情况。红玄珠由红变金，证明阿雅确实是姬家的血脉，可为何打普的血滴在珠子上，反应会这样奇怪呢？会不会打普是旁支呢？若是旁支，都有姬家的血脉，说不定会出现这种情况。卢红不再说话，只是眼里的光芒淡了。这时突然所有人转头都看向了袁弘。你们怎么这样看着我？等时间到了再看看。现在他们只有等珠子变回来，才能再一次进行验证了。阿锦，打普这事你怎么看？我估计要让卢丞相他们失望了。我也是如此想的。不过阿锦，要是打普不是他们要找的人，那袁弘，这袁弘又如何？他想留在校月，那我这个做姐姐的自然会帮他坐稳皇位。若他想回大楚，校月还能拦得住我们？好，我的阿锦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为父都支持你。我去看看袁弘。我和你一起去。袁弘，打普被认为是校月小皇子的特征，你全都有。你有没有想过，你有可能才是他们要找的小皇子？到时候你想留在校月，还是回大楚？金姐姐，不管我是不是他们要找的人，我都要回大楚。袁弘，你可知，若你真是他们要找的人，留在校月，有卢丞相及一些老臣的支持，再加上大楚的力量，你将会成为校月的一国之君，一代帝王，成就一番伟业。若是回到大楚，你顶多成为一名将军，其中的区别你可懂？你只有这一次选择机会，选择不同，你的人生也将完全不同。金姐姐曾和我说过，亲人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大楚有姐姐，有祖母，你们是我的亲人，大楚才是我的家，我要回家。我的小袁弘长大了，能自己拿主意了。好，既然袁弘想回家，那不管结果是什么，姐姐定会带你回大楚。打普，见过王爷王妃。打普，怎么了？打普低下了头，没说话。你是因为自己可能不是校月的小皇子伤心吗？打普摇了摇头。那是为何？可以和我说说吗？说不定我可以帮你。王妃，如果我不是校月小皇子，那我就不是姐姐的弟弟了。姐姐是不是就不要我了？打普，你觉得阿雅姐姐对你好吗？姐姐是全天下对我最好的人。那你愿不愿意相信她呀？我自是相信姐姐的。那就是了，你姐姐是个善良的人，她与你相依为命这些年，何曾放弃过你？打普，人与人相处，有血缘关系固然好，可没有血缘关系不意味着就要形同陌路啊。你看我和袁弘，我们也没有血缘关系，可我从来都把他当亲弟弟看，也没有不要他。你别担心了，阿雅不会不要你的。真的？打自是真的，不信等你当面问问阿雅。打普，若你真不是校月小皇子，你会失望吗？不会，我本就不是什么皇子，没什么好失望的呀。那就好。打普，你姐姐是校月公主，她有可能从此就留在校月了，你有没有什么打算？若你不想留在校月，也可跟我们回大楚，我保证回到大楚，袁弘有什么你就有什么。谢谢王妃，不过我只想跟着姐姐，若是姐姐还肯认我这个弟弟，姐姐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好，我知道了，我们都会尊重你的选择。完全变成了金色。袁弘看着珠子的变化，愣呆住了。微臣参见二皇子。卢丞相，卢公子，快起来。卢丞相，袁弘若是二皇子，那他可有名字？有，当时宫里传言，二皇子生下来就夭折，先皇回宫后无比悲痛，但还是给二皇子取了名字，叫姬延彻。卢丞相，就算袁弘是校月二皇子，但他不想留在校月，我也是会把他带回大楚的。万万不可呀，王妃，当今皇上小小年纪就残暴无比，太后只懂得血腥镇压反对者，仅是给皇上选伴读一事，已经惹得民怨四起。国师一个外人，仗着是太后表哥的关系，频频干涉朝政。若真有这对母子掌权下去，民心不稳，北厉又对校月虎视眈眈，到时校月危
危呀！那卢丞相打算如何做？摄政王，朝中虽然表面一团和气，但许多大臣，尤其是先帝时期的旧臣，心里对这对母子多有不满。只要找到二皇子，老夫就可暗中与他们联系，一同扶持二皇子上位。卢丞相，姬安卓已是正式登基，你这一行为无异于谋反，其中的风险自不用本王多说了吧？是的，卢丞相，夺位之争有多残酷，你是两朝元老，定是清楚。袁弘是我弟弟，我绝不会让他去冒这样的风险。还请王爷王妃怜惜校阅百姓，还校阅一位明君。卢丞相，你能掌握多少兵权？校阅共20万兵，8万兵权在吴太后胞兄吴大将军手里，有些将军只忠于皇室，不偏向谁。老夫能掌控最多6万兵权，但若觅得明君，相信那些中立的将军定会弃暗投明。卢丞相，此事不宜操之过急，但我的原则还是不变，一切由袁弘自己决定，我尊重他的选择。若最后袁弘还是决定回大楚，还望卢丞相别再阻拦。还望二皇子体恤校阅百姓。阿雅，达普昨天难过了一整天。达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是不是身体又不舒服了？他说你找到亲弟弟就不要他了。怎么会？达普姐姐，你是不是不要我了？达普，你别瞎想，袁弘是我的弟弟没错，可在我眼中你也是我的亲弟弟啊，怎会不要你？真的，真的。姐姐哟，你们心挺宽的呀。想那么多有何用？走一步算一步，反正父前辈的事还没了，我们也一时不会回大楚，袁弘还有很多时间做决定。金姐姐，姐夫教我要学会以不变应万变，一切随心，做事不愧天地良心就好，遇事也不怕。有姐夫在，你就惯着他。对了，袁弘，你姐姐要去看云嫔，我想让你一起去。听到此，袁弘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怎么不愿去？云嫔好歹是你的母亲，你应该去看看。不是的，金姐姐，我是有些害怕。没事，锦姐姐陪你去。娘的月儿乖，月儿弯弯，挂天上，星星慢慢眨眼睛。娘的月儿快睡觉，梦里要着兔宝宝。母妃，阿雅，月儿来看你了。哎呀，我给云嫔娘娘看看。王妃，母妃她如何了？云嫔娘娘曾被人灌过搜魂汤，伤了神智，再加上这么多年在冷宫的生活，她已经失去神智了。王妃，母妃还有救吗？抱歉，阿雅，我也没办法让云嫔娘娘醒过来。若是搜魂汤喝下去的时间不长，还可以依旧。可现在已经过去这么多年，再加上冷宫的环境，娘娘的神智已经无法再恢复。阿雅闻言，身形有些摇晃。阿雅，你也别太难过，这对云嫔来说也不见得是坏事。搜魂汤会让人神志不清，但也会让人一直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你看云嫔娘娘的眼神很是安详，许是她现在生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也不算痛苦。金姐姐，我们可以把她救出去吗？袁弘，别急，要把云嫔救出去，我们还得谋划一番。如果现在随便就带出去，万一吴太后发现，会引来很多麻烦。苏若锦拿出一颗寿康丹给云嫔服下，调理她的身体。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走吧。驸马，你喝多了，我们早些歇息吧。公主，你今天可真美啊！月宁不可思议地看着睡成死猪模样的卢俊元，气得想骂人，可又没有办法。怎么样？昨天晚上卢俊元没发现吧？太后，昨天卢俊元根本就没碰我。怎么回事？昨天驸马喝多了，回到房里直接倒在贵妃榻上就睡着了。你这孩子，这很正常的。卢俊元一直钟情于你，想来昨天终于能与你大婚，一高兴就喝多了。别急，今天晚上他定会和你圆房，哀家交代你的，要记住了。是，太后，宁儿会注意的。回去吧，你们还要去拜见卢丞相的，以后好好和驸马过日子。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人，该处理就处理了，可别让驸马发现什么端倪。哀家也是为你好。是，宁儿谨遵太后懿旨。如何？昨天儿臣已经借喝酒之机和一些大臣说了这事，想来很快就有回应了。好，那公主……父亲，你放心，儿子绝对不会碰他一根汗毛。那公主会不会有意见？为父怕太后那边不好交代呀。父亲，你不用担心，公主身体不好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儿子会处理好的。你有分寸就行，再忍忍。天快亮了，
到时候咱们就休了那个女人。小的张怀民见过国师大人，找我何事啊？国师大人可否屏退空人？张怀民，有什么事就直说，我不喜欢故弄玄虚之人。小的要说之事事关机密，还请国师屏退其他人。听出了张怀民的坚持，高宏远这会儿抬起手挥了挥，内侍公公带着店里所有人都退下了。张怀民，你说的若非什么重要事，后果你应该知道。谢国师，小的自当知道，但若小的所说之事能获得国师的重视，可否请国师在太官令大人面前替小的美言几句？张怀民，你居然敢和我讨价还价？小的不敢，只是此事实在太过重要。本国师对于忠于我的人一直很大方，只要消息有用，别说太官令，就算让光禄寺李大人照顾你一下又何妨？小的谢过国师大人，小的谢过国师大人。说吧。是国师大人，就在公主大婚那天，小的无意与太光令手下的刘公公相遇。刘公公当时带着2个宫女2个太监，其中一个小太监眼睛貌似是异瞳。你说什么？小的说，小的曾见过刘公公手下一名小太监是异瞳。你敢确定？小的确定，才敢来找国师大人。那你可知那个小太监是谁？多大年纪？约莫12、13岁的样子。叫什么？小的真不知道，看着很面生，不知是不是内务府新招的小太监。不过既然是刘公公的人，国师尽可召刘公公前来相问便知。好，我知道了，你下去吧，此事万不可告诉别人，你想要的我自会给你。谢国师大人，谢国师大人。去查一下这事，好好审审刘公公。是，会是他吗？年纪对得上，可他为何会成为宫里的太监？想到那颗最近光亮没啥变化的星星，高宏远陷入沉思。叶妹很快就回来了。并不是，刘公公不见了。太官令大人说，公主大婚后就没见过他了。那天还有人见到公公带着4人前往冷宫方向。快去把云嫔给我关到天牢，任何人不得接触，违者格杀勿论。表哥，会不会是那个贱种？还不知道，但我已让人把云嫔控制起来。若真是那个人，他娘在我们手里，谅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对，云嫔。吴太后此时庆幸自己当时没有对云嫔赶尽杀绝，就是为了防着这一天的到来。而就在此时，叶妹再次来报，云嫔娘娘不见了。什么？不见了？给我搜索全城去查，找到云嫔、刘德生，还有凡是异同者，无论男女，全给我抓回来。高宏远难得出现一丝惊慌，野妹去把张怀民处理了，仔细些，别让人发现。王爷、王妃，宫中传来消息，张怀民死了，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发现了。若我是高宏远，接下来必会全城搜捕，以绝后患。这么短时间，高宏远自然也算得出，我们能救出人，也很难把人带出城。全城封锁是他会走的下一步棋。既然袁弘无意留在校月，也无意那个位置，云嫔也救了出来，那我们还是尽快离开校月，回大楚吧。等大师傅回来，我就和他说这事，明天就出发回大楚。不，王妃，万万不可呀！王妃，你们若把二皇子带走了，校月落入吴太后和国师手中，校月百姓将苦不堪言的。王爷、王妃，请你们体恤校月百姓啊！请王爷、王妃体恤校月百姓。卢丞相、卢公子，我之前就已经说过，一切都以袁弘意愿为准。他现在已经知道真相，仍不愿留在校月，我定会带他回大楚。还请两位不要为难我们。老爷，不好了！国师说城中混入敌国奸细，已下令封锁龙霄城，派出黑甲军全城搜捕奸细。没事，他们一时半会儿搜不到这儿。我们去苍明山。现在城门可全都封锁了，还有北门开着，2个时辰后封锁，让进城或者出城人尽快通过城门。行，我们分散行动，以最快时间出城，在苍明山脚汇合。一颗会让你全身长疹子，一颗会让你短时间陷入假死状态。王妃，我呢？你不用吃。这位官爷行行好，小儿得了急症去世，需送到城外祖坟埋葬，还请官爷通融。国师有令，龙霄城混入了敌国奸细，所有进出城的人都要严查，过去排队。行，官爷，小儿患的是会传染的疫疾，小人怕开棺检验，这疫疾传出来可就麻烦了，所以才想早点把人送出去，还望官爷让我们插个队，我们定当配合检查。说完，中年男子把银子塞到了校尉怀里。校尉想了想，只不过插个队而已，倒也没什么。
你们过来，仔细检查一下。过来的守卫听到是一急而死的人，眉头紧皱。把棺材打开。好，开棺，让官爷检查。去到附近医馆找个大夫过来。禀大人，这孩子确实是因为一急而亡，已经没了脉象。等等，见过钟郎将。这是怎么回事？回钟郎将，这家人儿子因疫病死亡，现在要送往城外下葬，手下已请大夫过来验过了，的确是因为疫病而亡。来人，给我追！放行。袁弘，现在的情况你也清楚，你得做出最后的决定了。若你还是坚持要回大楚，我们即刻就动身。金姐姐，我要回大楚。哎呀，你呢？我早已不是什么萧月的西月公主了，我此时带着母妃，跟着王妃一同回大楚。姐姐去哪我去哪。大师傅，你玲珑啊，怎么了？玲珑啊，你和我一起回大楚吧。是啊，师傅，你跟我们一起回大楚吧。我不会去大楚，袁弘、阿雅、达普，你们都回不了大楚。玲珑，他们不会。大师傅，傅前辈此话是何意？玲珑，你能救他们吗？寻之，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们没中蛊，不需我救，我也救不了他们。能救他们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傅前辈，到底是何事？能否告知？傅玲珑抬起手，轻轻摘下了脸上白色的面纱。现在摘下面纱后，大家才真正看清他的脸被毁得有多惨。玲珑，到底是谁把你害成这样？我乃新蛊阁第78代阁主，大家一直把蛊术和阴邪之术联想在一起，不受人待见。其实蛊术运用的好，是可以帮人治病的，不过是有许多懂蛊术之人把它用在了达成自己的私欲之上，久而久之，世人提到蛊术，就把它与害人画上了等号。20多年前，我上山采药，无意救了一个受伤的14岁的男孩，他醒来不走，说自己乃家中不受人待见的姨娘之子，娘亲已被主母所杀，他怕自己也被主母所杀，偷跑了出来，已无家可归，非要拜我为师。我不收，他就在我门前跪了3天3夜，打雷下雨也不曾离开。最后我于心不忍，就收了他为徒。事实上，对于他的身世，他没说谎，只是可能当时的他都没想到自己的表妹会成为一朝皇后。傅玲珑说到这儿，苏若锦和萧燕初都有些吃惊，他们没想到高宏远竟然是傅玲珑的徒弟。没错，我那个徒弟正是如今校乐的国师高宏远。高宏远开始是个乖巧的孩子，踏实、勤学、聪明。我教过的东西，他基本一遍就能记住。为练出蛊虫，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在一旁守着研究蛊虫。就这样，他跟着我学了10年的蛊术和星象术。当时的我看到这个孩子如此上进，已生出把新蛊阁传到他手里的想法。可我万万没想到，高宏远居然趁我不备给我下蛊。若当时寻之没来找过我，我已经死了。我愧对师父和新蛊阁历代阁主，有眼无珠，收了个白眼狼当弟子。那前辈后来去找高宏远了？没有，因为高宏远竟背着我偷偷养了妖蛊王。妖蛊王是新蛊阁世代相传的蛊集中传下来的蛊术秘籍，此蛊养成非常困难。新蛊阁历经这么多代，只有当初第3代阁主养成过。妖蛊王一出世，世间动荡。据古籍记载，就因为那只妖蛊王，让整个九州的人死了10之有4。后来剩下的九州各国放下一切成见，集中整个九州的力量，包括当时的新蛊阁中正义之士联手，最终灭了第3代阁主和妖蛊王。而这时，九州大陆人口已不足之前的1半。傅前辈，这妖蛊王说到底也不过是一只蛊虫，为何能如此厉害？它确实仅是一只蛊虫，可待它养成后，会从身体里孵化出一只子蛊。这只子蛊无论附身在谁的身上，会迅速吸取这人的精气，随后让人彻底失去理智，变成没有痛觉、只懂撕咬的怪物，而且攻击力比普通人要强上数倍。子蛊又会在附身的人身上孵化出新的蛊虫，只需半盏茶的功夫，新的子蛊就会成熟，又可附到别的人身上，而所有被子蛊咬的人都会受到妖蛊王的控制。这种恐怖的蛊术当时没有销毁吗？神心是这世界上最难以捉摸的东西，
当时新任阁主确实销毁了养妖蛊王的方法，可谁又会想到第3代阁主有个9岁的小徒弟，在目睹了所有的一切后，不但没有恐惧之心，反而对自己的师父产生了崇敬之心，竟偷偷的把这门蛊术记录下来，暗中研究，想如同3代阁主一样称霸9州。幸好想要养出一只妖蛊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需要的原始炼蛊虫也非普通的毒虫，有些能炼成妖蛊王的毒虫甚至都绝迹了，他最终没能成功。后来他趁人不注意，把这个蛊术和一些过往记录下来，藏在了新古阁世代相传的藏书阁的一个秘密角落里，希望后世有缘人能重现当年第3代阁主的辉煌。他藏得很是隐秘，千百年来没人发现，直到我把高宏远带到了新古阁的藏书阁。所以是前辈你发现了高宏远在养妖蛊王，他才冲你动的手。你猜对了一半。有天我无意中发现他在看一本我从未见过的竹简，我把竹简拿过来一看，居然是妖蛊王的养成方法。当下我就怒了，我让他跪着向祖师认错，就把这个竹简给毁了。他告诉我他刚发现这本竹简，我再次信了他，并警告他忘掉书中的内容。可没想到1年后，高宏远居然给我下了蛊，在我正骨躺在地上动弹不得时，他才告诉了我真相。我当时中的蛊是妖蛊王的幼蛊形态。我这时才知道高宏远早就发现了这本竹简，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把妖蛊王的养成方法铭记于心了。不仅如此，他还机缘巧合的掉入了霍云峰的一个山洞里，在里面发现了可能是这个世界最后一窝可以用来养成妖蛊王的毒虫紫炎灵。他偷偷把紫炎灵带回来，全都放入毒虫窝里厮杀100天后，选出了最后胜利的妖蛊王幼蛊，用自己的血日夜滋养。妖蛊王的养成没那么容易，先得找到紫炎灵或者同种类型的毒虫，选出蛊王，再用自己的血日夜滋养1年后，须得让他吞噬一位蛊师的血肉，方可成长为第2阶。那为何高宏远当时会放过前辈？因为他当时杀不了我，他以血滋养妖蛊王，身体很是虚弱，主人虚弱，妖蛊王也会跟着虚弱，更何况还是只幼蛊。在他想让幼蛊把我完全啃食致死的时候，苍雷来了。苍雷不是普通的毒虫，而是即将化形为蛟的巨蟒。若妖蛊王已养成了，苍雷也不是他的对手，可只是幼蛊，苍雷就可与他一战。何况幼蛊当时吞食了我的血肉，处于需要消化最为关键的时刻。若高宏远此时让幼蛊与苍雷对上，他也许能杀了我，但也极大可能失去这只幼蛊，那他这辈子再也无法养出另一只妖蛊王了。最终他选择了离开，任由我自生自灭。傅前辈，你既知道高宏远手中有妖蛊王幼蛊，一旦成仙会为祸人间，后面为何没去找高宏远？因为后面发生了一些事，让我无法再去顾及高宏远。当时我身子被妖蛊王幼蛊啃食，已是极度虚弱，若非寻之医术了得，我早就没命了。哪怕后来我外伤恢复了，可内里还是虚弱，无力驱动蛊虫。我本身的武功也只会些皮毛，下山找高宏远无异于是去送死。而妖蛊王幼蛊过了2阶之后，就要养在主人的心头，日日吸食主人心头血，这样最终才能控制长成的妖蛊王。而这个过程需要15年，我还有时间。更何况这时我遇到了另一件事，或许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有天夜晚，我夜观天象，发现地星光芒暗淡，出现了一颗紫微星，隐隐有取代帝王星之势，这预示着校月即将出现新皇。就在这时，一颗陨星突然划过，刚出现的紫微星瞬间暗淡。我心念一动，朝陨星的方向走去，来到蓝川边，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循着声音找去，就见一个木盆里躺着4才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我把孩子抱了出来，看到他双眼一瞳，背有7星，正是帝王之相，这是校月未来的皇上。不过我还从孩子身上看出死气，而这个死气正来源于他的一瞳。
我从他身上看到了萧月的未来，有他，萧月兴，无他，萧月亡。为了萧月，我得保下他。我到慈姑堂抱来了一个同样大小的婴儿，用了复命术把木盆中婴儿前半生的命运复制到了慈姑堂婴儿身上。所以达普就是那个你从慈姑堂抱来的婴儿，他因为复制了袁弘前半生的命运，所以有了异瞳和同样的七颗痣。没错，当时我捡到的婴儿眼睛一棕一蓝，虽然那时还是个婴儿，可我敢确定他就是袁弘。那袁弘怎么会到大楚的呢？我虽把袁弘的命复制到达普身上，可以转移一些人的视线，可这个复命术最多能坚持15年，15年一到期，一切就会回到原位。袁弘留在萧月始终是有危险的，我算出袁弘命不会绝，转机在大楚。于是做完这一切之后，再次把他放入木盆，放入兰川，顺流而下，定能到大楚。那达普呢？为何他会到北厉？达普本就是乞丐命，成了袁弘的运，他的命运也被改变了。他留在萧月也会有生命危险，可他不能与袁弘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我把他送到了北厉，放在了路边，直到看到有人把他捡走，我才离开。前辈当初捡到袁弘时，他身上是否有颗红色的珠子？有，我看不出是什么珠子，可它是袁弘身上唯一的东西，想来可以根据这东西认出他的身份。我把珠子移到了达普身上，我知道这两个孩子总有一天会相遇，没想到居然会这么快。他们相遇之时，也是知道真相之时。我送走两个孩子后，来到了苍明山隐居下来。外出采药时，遇到了掉落在山崖下晕过去的青莲和她怀中的小姑娘。我给小公主取名阿雅，带在了身边，教她蛊术。袁弘、达普、阿雅，跪下，叩谢父前辈救命大恩，此生你们都不能忘却这份恩情。谢父前辈救命之恩，我等定铭记于心，莫齿难忘，定不相负。快起来，快起来，达普，如今你也知道真相了，可愿我曾对你做的一切？父前辈，达普不愿。若没有你，达普说不定早就饿死了，更不可能认识姐姐。达普应该感谢你。好，果然是好孩子，我没看错人。达普，你要相信你自己，你以后会是个厉害的人。我会努力的。小姐，我可以这样叫你吗？父前辈，你是大师傅的好友，也是我的长辈，自是可以的。好，你也是个好孩子。熏之眼光确实比我好。熏之，我想收小景为徒。傅林龙这话一出，所有人都惊了。小姐，你可愿意？我知道你的医术高超，其实自古医蛊相通，只不过蛊术被更多心怀不轨之人用在害人之上。我希望你能继承新骨骼，不求你把它发扬光大，只希望你能把蛊术与医术相结合，救治世间更多的人，也算是替蛊术证明了。对于傅林龙提出的这个要求，苏若锦一时也懵了。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阿雅是个好孩子，可他心思太过单纯，不太适合掌管新骨骼。更何况阿雅不懂医，她没法把医蛊结合，只有你最适合。王妃，我不会管理新骨骼，你就答应师父吧。小姐，其实我也是有私心的。高宏远是九州的祸害，此人一日不除，九州一日不得安宁。你若继承了新骨骼，除掉高宏远这个重担，就只能交到你手上了。哎呀，他担不起。小姐，别有太重的负担，遵从内心就好。不管如何决定，大师傅都支持你。傅前辈，假若我发现蛊术对于治病救人弊大于利，不再把它传下去，甚至销毁阳谷之法，你可否接受？小姐，若你愿意接受新骨骼的传承，你就是新骨骼第79代阁主，新骨骼的一切全由你决定，我自是不会干涉。若是你学会后真觉得这蛊术对治病无益，弊大于利，断代就断代吧，害人的东西留着又有什么意义？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傅玲珑受了苏若锦这一拜，忙把他扶了起来。小姐，这是新骨骼阁主令牌，我今天就把它交给你，从今天起，你就是新骨骼第79代阁主，希望你能替为师清除新骨骼叛徒。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我带你回新骨骼。谨遵师命。现在你可以好好学习蛊术了。
也可以光明正大给你五师傅指脸了。还是你懂我。小姐，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古树一道，神秘莫测，古虫中藏着无尽的力量，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王爷、王妃，我们在破云峰后山发现一个山洞，洞里有什么？不知道，洞口有人守着，属下不敢贸然进去。我之前一直在破云峰，从不知道它的后山还有这样一个山洞。破云峰以前很少有人来的，有这样的山洞，我不可能不知道。走去看看。王少爷夫人，属下在那边抓到这2人，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冤枉啊！少爷夫人，我们只是附近的猎户，来破云峰打猎的。我怎么不知道？何时破云峰可以打猎了？听到傅玲珑说话，被抓的2人下意识看向他，随后眼中闪过一丝惊讶。我们刚搬来附近村子不久，还不知道这个情况。今天是来这探路，无意冲撞到少爷夫人，还请恕罪，求少爷夫人放了我们，我们这就走，以后再也不来破云峰了。还请少爷夫人行行好，放了我们吧。我们家中上有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孩子，还等着我们打到猎物换点钱回家。少爷夫人行行好啊！放了吧。忙磕头谢恩，随后相携快速下山了。按我跟上去，别让人发现了。是。王爷，那2人果然不是什么猎户，他们下山后就往龙霄城赶，最后进了国师府。那些侍卫回到龙霄城后就去了仙楼喝酒，听他们的语气，隔三差五都会往这个山洞送孩子。属下趁他们喝多，绑了其中一个侍卫审问，他说出这一切都是国师让做的，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这儿，他也不知道。孩子多久送一次？那名侍卫说没有固定的时间，有孩子了就送过去。还有这个，属下从他身上搜到的。你们在破云峰见到了毁容的女人？是的，国师大人。多大年纪？她蒙着面纱看不出来，不过听声音年纪不小了。她不是一个人，身边还跟着许多人呢。下去领赏吧。多谢国师大人，多谢国师大人。叶隼，属下在。去把那个毁了容的女人杀了，不可让人知道。是。还有她身边的人也全都杀了。是。这不是昨天才送来的孩子，怎么今天又送啊？这孩子多难道不好吗？之前不是一直都在催我们送孩子吗？也是，多送一些放着，我们也安心。哎，哥几个看着很面生啊，新来的。哎呀，最近城里在抓奸细，人手不够，我们也是第一次被安排来送孩子。这些孩子堵着嘴，一路上都还哭个不停，烦得不行了。这路还远，要不是上面安排我们来，谁爱干这破差事儿？谁说不是？你们还好了，几天才来一次，我们可是得天天守在这儿。这山里蚊子又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快进去吧，送完赶回城里，天都黑了。可不是嘛，下次还是让别人来吧。快点把人送进去，我们也早点回去了。安三，你跟袁弘走，让我们的人接应一下。这些孩子先安置在之前城郊的院子里，找几个人照顾好他们。是，王爷。把人弄醒。你们是谁？敢动我们？你们可知道这是谁的地盘？要想活命，还不快放开我们！说吧，高宏远为何要让你们这样做？既然你们知道这是国师的地盘，还不快放了我们！待国师追究下来，你们有几条命都不够砍的。苏若锦只觉得在山洞里闷得他难受，四处弥漫的血腥味儿，让他的胃一直在不停的翻涌。我们先出去，交给你了。是，夫人。王爷、王妃他们招了，说这一切都是高宏远让他们做的。高宏远让他们给这些孩子喂种药，喂完了孩子会不知道疼，只知道撕咬打架，不死不休。那个12、13岁的孩子是唯一一个杀了许多孩子坚持活到现在的人。那些被打死的孩子，高宏远让他们在第一时间取完心头血就送到国师府。至于高宏远让他们喂的是什么药，又为何让他们这样做，他们也不知道。那笼子里的孩子吃什么？胡青的脸色很是难看。他们说那些孩子就吃其他孩子的血肉。胡青，把那些孩子带走，放火烧了这里。找到了，这个高宏远，他竟然恶毒至此。古师傅，你查到了吗？查到了。小姐，你看这儿。苏若锦接过书一看，越看心越害。这高宏远居然是要炼制人骨，炼这人骨需要14岁以内的男童方可。他想到了皇上挑选伴读之事，当初苏若锦只是觉得有些奇怪。姬延灼就算是个被人骄纵的超雄宝宝，脾气再残暴，一个7岁的孩子能杀多少伴读？但若是高宏远以此为借口抓这些男童来炼人骨，一切就解释得通了。吴师傅，那些孩童的心头血呢，又有何用？你们可还记得我曾说过，古时要用心头血养骨，身体会很虚弱，需要不同的方法来进补。我是万万没想到，高宏远以心头血养妖骨王，他的进补方式居然是喝童子心头血。我记得师傅和我说过，有些古士为了恢复身子，不惜以杀害幼童，喝食幼童心头血来进补。古师傅，这个心头血要多久喝一次？若是养普通的骨，1、2个月一次就足够了。可高宏远养的是妖骨王，所需应该会更多，应该差不多10到15天要喝一次，否则就算不会死，
人也会变得很虚弱。这就等于最少15天就要死一个孩子。高宏远养了这个妖骨王12年多，那在他手里死的孩子已经是不计其数了。袁弘，出什么事了？金姐姐，我想留在校月。袁弘，你可是以你的身份留在校月意味着什么？金姐姐，我知道我留在校月就得去争皇位，若是失败，我可能就活不下去了。可是金姐姐，我既然是校月的皇子，出生就注定我要承担责任，我无法眼睁睁看着校月落在像高宏远这样的人手里。袁弘，你真想清楚了，这条路会比你选其他任何一条路都要难得多。姐夫，我想好了。金姐姐说过，大丈夫应胸怀天下，以护佑天下苍生为己任。我不知道自己身世时，我想当大将军，庇护大楚百姓。可我现在是校月皇子，我就要去庇护校月百姓。大楚百姓也好，校月百姓也罢，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有权利过上幸福的生活。姐夫能让大楚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也想让校月百姓如大楚百姓一般